签到成功，累计签到500年，获得奖励，修为加1层。当前境界炼气1000层已隐藏，对外显示炼气9层。500年了，来到这个修仙界，我也整整苟了500年。这就是我的生存之道，绝不冒头。毕竟我是罕见的长生体，除了很难死，唯一的缺点就是修炼慢。个鬼！徒儿，修行如何了？回禀师尊，徒儿昨夜通宵苦读养生诀，终于突破到炼气9层了。500年，为师都从筑基修到了元婴，你，罢了。宗门新收了个小师妹，你带她去后山采点草药，长长见识。可是师尊，后山很危险的，切记别走远，别惹事。是，带新人最麻烦了，不行，得想办法把这活糊弄过去。大师兄，我们要去哪里呀？听说这山里有妖兽，你会保护我的，对吧？是土灵蛇，剧毒，而且性格暴躁。师妹快跑，师兄断后。好了，安全了。等等，不对劲，那条蛇身上有魔煞气，魔道的人怎么会渗透到逍遥宗腹地？触发主线任务，任务目标：阻止魔煞门阴谋，当前进度0%。想在我的地盘搞事，那就杀光你们，换个清静。离袭预警，魔道筑基初期乘以2，距离10里，状态急速逼近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两股肮脏的气息已经摸到了门口。大哥，探测到了，屋里有2个逍遥宗的雏儿，正好用来血祭开启秘境。啊，大师兄你干嘛？非礼啊！闭嘴！有2个筑基期杀过来了，我们打不过，战略转移。筑基期，我们2个人加起来也许能拼一下啊！这大师兄也太没骨气了。跑，往哪跑？正好缺2个祭品，乖乖受死吧！大师兄你走，我来拖住他们。身为正道弟子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麻烦死了！这傻丫头要是上了，我不就得暴露实力救了？到时候怎么解释？天生神力不行，只能用那个办法。魔道好阴险，居然会被刺。这小子是卧底，对自己人下手比我还狠。好了，累赘已经解决了，现在没人能看到我的操作。哼，你个炼气期废物，说什么梦话？灭！太弱了，连热身都不算。不过打了小的，老的应该快到了吧？谁敢杀我魔煞门弟子？小子，是你区区炼气期。聒噪！
好痛！大师兄，那2个魔道呢？师妹，你醒了，吓死我！昨晚你刚晕倒，我就把你太爷爷给你的那张神行遁走符用了。大师兄，原来你为了救我，用了这么珍贵的宝物，我还怪你胆小。该死的魔道居然背后偷袭我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对不起师妹，那是我偷袭的，但这锅还是让魔道背吧。跑！往哪跑？杀我门徒，坏我大事！逍遥宗的小老鼠，本座今日要将你们抽魂炼魄。元婴旗，这老东西是为了上古秘境来的，看来不得不动手。但是大师兄，那是元婴老怪，我们怎么办？师妹，鱼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就睡一会儿，乖。好了，碍事的睡了。境界模拟筑基结丹元婴。什么？你竟然也是元婴初期？你到底是谁？元婴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境界全开，化神期。化神尊者，前辈饶命！小的有眼不……晚了，既然来了，就留下给这片土地当肥料吧。上古秘境的钥匙，既然你们送上门来，那这秘境里的宝贝，我就不客气的全收了。大师兄，为什么我感觉脖子都要断了？真的是魔道偷袭吗？我怎么感觉像是被人用手刀劈了一下？师妹，你那是食物中毒产生的幻觉，那鱼里含有微量的致昏菇，你体质太弱，一吃就懂。我是你大师兄，正道之光，难道我会打晕你吗？我有理由吗？好像也是，大师兄虽然怂，但不至于打自己人。软软、林峰，为师感应到此地有元婴级别的战斗波动，你们没事吧？师尊，我们遇到魔道了，还有我好像食物中毒了，一直晕倒。中毒？是你把你师妹打晕的吧？师尊，这……什么？大师兄，你骗我！软软，别怪你师兄。他练的那门逃跑秘术神行九变，虽然速度极快，但在发动时会暴露一个致命的羞耻死穴。为了不让别人看到那个死穴，他每次带人逃跑都必须先把人打晕，这也是为了保护你们的安全。师尊，虽然我不知道你脑补了什么羞耻死穴，但干得漂亮，这里简直完美。原来是这样，大师兄，你为了逃跑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！好了，闲话少叙，此地残留的气息极强，除了魔道，似乎还有一位神秘的化神大能路过。此地不宜久留，你们先回宗门，为师要在此探查一番。干臭！走不了了，有大家伙来了。好一个逍遥宗，杀我门下结丹弟子，灭我宗元婴初期长老。
苏青燕，你好大的煞气！没想到你刚入元婴，竟有如此手段。什么？那个元婴长老也死了？难道是刚才那位神秘路过的化神大能杀的？这锅我得背。哼，魔道妖人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既然来了，就留下吧。狂妄！区元婴初期，也敢在本座面前放肆，死！快躲开！这种余波只有挠痒的不够，但是如果我毫发无损，肯定会露馅，得演一下。虽然我现在一根手指就能捏死那个老鬼，但是师尊还在，不能出手。师尊加油啊！你可是天才剑修，越级挑战应该没问题。这就是元婴中期的实力吗？难道今日护苗葬身于此？结束了，逍遥宗的天才，去死吧！看来苟不住了。面临生死危机，这可是你逼我解除准备中。抱歉了，师尊，这洪荒古堡镇魂铃是不分敌我的，你们还是睡着比较安全，免得看到不该看的。我的神魂，这是什么法宝？竟然能直接攻击元婴期的神魂？别叫了，老东西。现在观众都睡了，我们可以好好玩玩了。是你那个练气期的蝼蚁？不对，你身上的气息，元婴初期，你竟然隐藏得如此之深，你也是魔道卧底？别拿我和你们这种没品位的家伙相提并论，我只是一个路过的平平无奇的炼气修士。刚才打我很爽是吧？来，第2回合开始。原来只是靠法宝偷袭，你不过是初入元婴，我是中级。刚才那一击耗费了你不少灵力吧？我看你还能撑多久？万鬼噬心！这家伙要是发现打不过，肯定会直接跑。追杀一个一心想跑的元婴修士太容易暴露体能，得让他觉得他能反杀。演技模式开启，方旋模拟状态，灵力虚浮的元婴初期，演技指导，肢体僵硬，眼神游离。好强的魔功，不愧是中级强。我快顶不住了。哈哈哈，果然是绣花枕头，空有境界，实战经验，简直像个废物。交出那个铃铛，本座或许可以考虑给你个痛快。前辈，有话好说，宝物给你，放我走行不行？想走？
把命留下。该死！唉，演弱者比真打架累多了，还得控制力道，别把他震死。差不多了，这老东西已经杀红了眼，应该不会跑。收网。结束了，给我死！是啊，玩够了，确实该结束了。给我死！系统稍微加点力。激活临时增幅强度化神器一击。什么？这一指蕴含大道法则，你怎么可能拥有这种力量？你到底是谁？下辈子投胎，记得离逍遥宗远。搞定。接下来是最喜欢的环节，打扫战场。还是元婴老怪富裕，这分量，精神损失费算是够了。那么接下来得伪装一下了，衣服要破一点，头发要乱一点，脸上再来点血迹，完美，这才像是一个死里逃生的练气息飞尘。师尊这身材，也就是昏迷的时候可爱点，醒着的时候太凶了。这才是我的主场，睡觉。等他们醒来，我的戏份就杀青。我还活着。好疼！这一晚上怎么净挨打了？我的脖子是不是断了？师尊，大师兄，快醒醒！那老鬼是不是要把我们炼成丹药了？魔修，受死！附近怎么没有魔修的气息了？师尊，师妹，我们这是到地府了吗？那个恐怖的老鬼呢？不见了，连尸体、气息都完全消失了。这种手段绝不是逃跑，而是被瞬间抹杀，甚至没来得及反抗。抹杀？难道是那位神秘的化神大能出手了？很有可能。我昏迷前隐约听到了一声古老厚重的钟鸣，肯定是，一定是高人路见不平，用钟声震晕了我们，顺手灭了魔修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你们继续编，这理由比我想的还要好，省得我费口舌解释了。天哪，原来我们是被高人救了，真是祖坟冒青烟啊！不好，灵力紊乱，这是上古秘境开启的征兆，而且就在我们脚下。来了，那把钥匙果然激发了入口。我操，这吸力不讲武德啊！救命啊，师尊！屁股都要摔成8瓣了，这一天我都摔了3次了。师尊，咱们是不是掉进妖怪的饭碗里了？别乱动，这里的灵气太古怪了。
古老沧桑，哪怕是宗门禁地的极品灵脉，也不及此处的1/1000。这么说，咱们是掉进伏窝里了？不对劲，这地方透着一股邪门。警告：特殊地图，当前位置未知区域，地图状态全图迷雾，无法导航。特殊 buff 在此区域签到，奖励翻倍。全图迷雾，风险越高，收益越大，奖励翻倍。看来这波要发财了。那墙上好像有东西。这些图腾。师尊，这画的是啥？这人怎么没脑袋还能打架？看着怪吓人的。逐日夸父，刑天舞干气。师尊，你别吓我，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师尊，我害怕。这不是普通的上古秘境，这里是传说中早已断绝传承，只存在于神话时代的洪荒遗迹。洪荒？那我们怎么办？洪荒，难怪系统给这么高的奖励，这小门大。把招子都放亮点，这里面随便流出去一件东西，都能让整个修仙界血流成河。宝物，那我要开始购物了。师尊，你怎么了？师尊，你可别吓我。师尊，你怎么了？别吓软软啊！此处灵气虽浓，但我的元婴受创，若无高阶疗伤丹药，恐怕……高阶丹药，我系统仓库里用来喂狗的9转回魂丹算不算？还是说拿那个能起死回生的太乙身骨水？不行，这时候拿出来，他肯定以为我是夺舍的老怪物。凌风，带着你师妹走吧，别管我。师尊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不对，终身为师。徒儿绝不会丢下您。刚才徒儿进来时，隐约闻到了药香。这遗迹既然是上古大能留下的，必有神药。大师兄，外面全是迷雾，还有怪物，你才练气期，出去就是送死啊！为了师尊，别说是龙潭虎穴，就算是刀山火海，我穆凌风也要闯一闯。凌风，你平日里贪生怕死，没想到关键时刻是为师错怪你了。师尊，等我回来。凌风，小心！呼，演戏真累，不过终于出来的。什么洪荒遗迹？这分明就是陵园购的自助餐厅啊！检测到高阶丹药库，距离50米；检测到上古残宝，距离100米，危险系数极低。师尊，这可不是徒儿想独吞，实在是那些丹药长得太像糖豆了，我怕您消化不良，那只能先由我替你保管了。进货模式启动。警告：触发上古防御机制，阵法名称9天离火杀阵，伤害等级元婴7巅峰，判定结果无效，宿主长生体质自动豁免元素伤害。哎，怎么突然亮了？这遗迹的声控灯做的挺高级啊，还是暖色调的氛围灯，就是瓦数太大了，烤得慌。虽然我是练气期，但这暖气开的也太足了。物业在，能不能把空调调低点？有点干燥啊，我有鼻炎，受不了这干燥。那可是足以瞬间焚烧元婴修士神魂的9天离火。这小子身上明明只有炼气期的蝼蚁气息，为何能肉身抗火？就这么走进来了？
难道他身上带着什么先天避火至宝？还是说他是火神私生子？呼，终于凉快了。搞这些花里胡哨的氛围灯，不如多放2个宝箱实在。前面那个发光的房间，闻着味儿就像是我的自助餐厅。不对，是丹药库。贪婪的人类竟敢无视本座的杀阵，还敢踹本座的大门，休想拿走一针一线！我要让你知道惹怒洪荒守护者的下场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家人们，我不客气了，进货！你给我等着！哟，还是满的。这波血赚。九转还魂丹，残，天阶下品，功效活死人，肉白骨，剩一口气也能救活。哦，原来是回血的大红药啊。口感有点发干，像放过期的黑巧克力，还微微带点苦味，差评。那是九转还魂丹，元婴修士吃一颗都要闭关炼化3天的神药，他嚼碎了。他不怕灵力冲撞经脉，爆体而亡吗？什么破药，一点经验值都没长。也是，毕竟是残次品，还没那一级的小怪给的多。算了，打包回去喂师妹。收工。强盗、土匪，那是万年沉香木做的架子，连家具都不放过。此子贪婪成性，暴殄天物。既然肉身毁不掉你，那就灭你的魂。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？肉身强悍有余，区区练气机，神魂必定，他最没有命。哎，怎么突然变成恐怖片片场了？这特效做得不错，全息投影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神魂迷阵起！警告：检测到高阶精神干扰，来源万象迷魂阵，被动技能触发，心如止水，已自动屏蔽所有幻觉音效及画面，开启静音模式。叫吧，颤抖吧，在奇特的恐惧中神魂俱灭吧。这地方怎么突然这么安静，连个风声都没有？刚才门口那个离火阵好歹还有点特效，这里怎么连个鬼影都看不见？经费不足了。圣人欲念的红粉枯骨阵，看你这次怎么办？这空气流通太差了，怎么一股子脂粉味，有点呛人。视而不见，面对厉鬼索命，连眼皮都不眨；面对角色诱惑，心跳频率连一拍都没变。此人的道心竟然坚固到了这种地步，难道他是返璞归真的渡劫期老怪？那是阵眼的贪婪之石，只要触碰，神魂就会被彻底吸干。哎呦，极品灵石，这种成色起码值1万灵石吧？运气真好，走路都能捡钱。看来今天宜出行。他捡起来了，他没死，他还觉得那是钱。我不信。那边那几个看起来鬼头鬼脑的小魔修，算你们倒霉，把阵法强度开到最大，给我撤！鬼啊！救命！果然没坏，那就是这个姓穆的小子有问题。
此子恐怖如斯。都把招子放亮，这里是洪荒遗迹，随便一道禁制就能让我们团灭。来了来了，小白鼠就位，神魂迷阵，全功率开启。别吃我，师姐，我不敢杀你正道，我错了。那是我小时候淹死的狗，别咬我。该死，是心魔劫，我的道心碎了。这就对了。结丹期修士坚持不到半秒就疯了，这才符合本作万象迷魂阵的逼格。大王叫我来群山，我把人间转一转。这什么破遗迹，装修风格阴间也就算了，走了半天连个像样的机关都没有。设计者是不是经费被贪污了？好歹弄2个吓人的全息投影出来意思一下。啊，差评，毫无游戏体验。凭什么？隔壁那几个已经尿裤子疯了，这小子竟然在嫌弃没机关，还敢嫌弃本作的装修风格。他那破歌是在嘲讽我吗？绝对是在嘲讽。唉，无敌是多么寂寞。要是能来点刺激的就好了。好，刺激是了，软的不行，来硬的。既然精神攻击你免疫，那就尝尝物理超度。本座就不信你的肉身还能比洪荒血雨更硬。核心杀招，万剑诛心阵，给爷死！这可是连化神期修士都能射成筛子的万剑诛仙阵，不仅有力量射杀，还附带破魔属性。我看你这次怎么躲！给爷死！唉，鞋带怎么开了？还是个死结，真麻烦。搞定，这一觉睡的脖子有点僵，得活动活动。1次是运气，2次是巧合，这连续1万次的完美闪避是什么鬼？嘿嘿，钱。他是在跳舞吗？他绝对是故意的。他早已看穿了本作所有机关的运行轨迹，他在羞辱我。听这动静，纯金的。这遗迹主人是个讲究人啊，到处撒钱，这装修风格挺别致，后现代工业朋克风，艺术感挺强，就是稍微密集了点，容易引发密集恐惧症。我不玩了，我要回家。这人根本不是修士，他是怪物。下一站，希望能有个休息区。走的我都饿了。大哥，你看，墙上插满了废弃的剑矢，地面也全是坑。天无绝人之路，看来前面那个变态已经帮我们把机关全部趟过了。这地方现在绝对安全，快走！要是晚了，宝贝就被抢光了。安全？
刚才那个系鞋带的怪物，本座治不了，难道还治不了你们这2只蝼蚁？正好拿你们校验一下设备，看看是不是真坏了。什么声音？我操！骗子！说好的触发过了呢？老二，该死！金刚魔盾，给我顶住！机关没坏呀，杀伤力很标准，防御法宝也是一击即碎。为什么刚才那小子蹲下系个鞋带就全躲过去了，而且还要伸手捡钱？难道那就是传说中的大斗士钳？那看似随意的系鞋带、伸懒腰，其实是某种早已失传的上古无上身法，大罗天神。此子深不可测。他在第1层，我以为他在第2层。其实他在大气层，绝不能再试探了。万一惹怒了他，一时兴起把我这仪器拆了怎么办？送神，必须赶紧把这尊大佛送走，把最好的宝贝给他，求他赶紧滚。哇，这哪是藏宝室，这就是我的第2个家啊！师尊的医药费又着落了。这把剑不错，拿回去给师尊削苹果。这炉子挺结实，拿回去给师妹煮火锅。拿吧，都拿走吧，只要你肯走，别说炉子，就算你要把这房子拆了，那是我的本命法宝寒玉床。它是镇压阵眼的极品灵石。大哥，那是承重墙的砖啊，别扣啊，扣了咱们都得埋这儿。太沉了，拿不动。算了，储物袋都装满了，再拿该走不动道了。做人不能太贪心，要懂得适可而止，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适可而止？你管这叫适可而止？耗子进来了，都得含着泪留下一袋大米才敢走。不过这一劫总算是送走了，谢谢大侠不杀之恩。该回去找师尊了，出来这么久，他肯定急坏了。顺便把这堆破烂送给他。希望能在那里面翻出点能治伤的药吧。诶，有点不对劲啊！我记得来的时候，这里明明是个9曲18弯的迷宫，怎么回去的路变成一条直线了？爷，这边请，小心脚下台阶，别磕着您的跪脚。直走左转就是出口，全程无障碍通道，慢走不送。求求您别回头，赶紧走吧。这遗迹还挺人性化，居然还有智能导航和贵宾服务，不错，用户体验极佳，必须给个5星好评。下次带师妹一起来逛逛。带人？别，千万别！这一尊瘟神就够受的了。谢了啊，虽然没看到主人家，但招待的挺周到，那些特产我就笑纳了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等我下次缺货了，不对，等下次有机会再来进货。再来？你还想来？关闭入口，封死，马上给我把门焊死！
这又是何必呢？太热情了吧，还搞个断龙石来欢送我。师尊，软软，我回来了。大师兄怎么还没回来？他会不会被怪兽吃了？林峰，你回来了，外面情况如何？没遇到危险吧？那股恐怖的威压……没事没事，师尊您坐好。外面确实挺乱的，到处都在塌方。不过徒儿运气好，就在附近转了转，没遇到什么怪物，就是路有点不好走，全是碎石头。哦对了，运气不错，顺手捡了点东西。捡东西？这阴森森的鬼地方能有什么好东西捡？这地砖吗？徒儿眼拙，也不知道是好是坏，反正看着发光就带回来了。这是九转还魂丹，传说中只要神魂不灭就能起死回生的天阶神药。这是紫云仙草，修仙界早已绝迹3000年的疗伤圣物。这是玄天盾，上古防御至宝。林峰，你老实告诉为师，你是不是把这一切的核心给打劫了？还是说你把哪个化神老怪的祖坟给刨了？啊，这些很珍贵吗？我就看他们扔在路边地上，也没人要，怪可惜的，就顺手捡回来了。可能是以前的人搬家落下的吧。在路边，没人要，搬家落下的。哦，对了，那个金色的丸子我刚才尝了一颗，口感发柴，还有点苦，味道一般，差点没把我噎死。师尊您现在伤重，就凑合吃点吧。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修了几百年的仙，难道修的是假仙？大师兄，你腿上还缺挂件吗？以后捡垃圾请务必带上我力气大，能扛包。师尊，别发愣了，快吃药吧，凉了就不脆了。徒儿，这东西真的能吃？放心吧，师尊。我看那守护妖兽拿这玩意儿当糖豆吃，肯定毒不死人。师尊快吃吧，大师兄捡垃圾的手气向来很好的。哇，师尊的身材好犯规。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。这九转还魂丹药效太猛，看来是补过头了。希望师尊别暴体而亡，不然我还得再去找那个哭鼻子的妖兽要复活币。我的经脉重续了，不仅是刚才的伤，连我100年前强行突破留下的大道暗伤，竟然全都痊愈了。修为甚至精进了一层，这药力简直恐怖。林峰看着我的眼睛，师尊，轻点，骨头要断了。这绝对不是普通的丹药，这其中蕴含着完整的大道法则。这是圣药，传说中的圣药。你到底是在哪里捡的？啊，圣药，就在隔壁那个架子上，瓶子上写着过期误食，我看还没长毛，扔了怪可惜的，就都装回来了。过期？暴殄天物，简直是暴殄天物！是不太新鲜，没有宗门发的辟谷丹淬。师尊要是喜欢，这一麻袋都给你，反正我看那还有好几屋子。
还有好几屋子。是啊，我就只拿了一点点，毕竟徒儿储物袋空间有限，装不下了。凌风，带路。啊？去哪儿？外面很危险的。去你说的那个过期仓库，为师要去进货。师尊，别急嘛，那只守护妖兽现在估计正躲在墙角哭呢，咱们这时候去可是要收费的。别出声，跟紧我的脚印。这是上古连环杀阵，一步踏错，我们就得灰飞烟灭。师尊，这里的空气好压抑，我有点透不过气。师尊，咱们能不能走快点？这乌龟爬一样的速度，走到明年也出不去啊！闭嘴！你懂什么？这里是洪荒遗迹，不是你家后花园。凌风，回来！那块地砖不能踩，那是重力陷阱。完了！师尊，你说啥？这地板挺结实的啊，正好我有块泥毡鞋底了，蹭蹭。没反应，难道是年代久远，机关枢纽锈死了？哎呦，这灯泡不错，自带特效，拿回去当夜明珠，肯定省电。住手！那是9天雷霆阵的阵眼核心，触之即死。师尊，你太紧张了，这就一装饰品，我看它镶嵌的有点松，顺手帮它紧一紧，结果这质量太差，直接掉下来了。松了，这可是洪荒级别的阵眼，你告诉我，它松了？那只守护小怪兽手速挺快的，我刚伸手，它就把电源切了。服务意识5星好评。哇，大师兄好厉害，我也要捡。那个发绿光的箭头看起来也很贵。别去，那是万毒。师尊，这个也好松哦，这里的东西是不是都坏掉了呀？坏了，全坏了。难道史书上记载的都是骗人的？师尊，没路了，看来这就是出口。咱们这一趟进货之旅算是圆满。这是……师尊，别发呆了。既然门没锁，那徒儿就去帮您把这最后一扇门推开。这等手笔，以星辰为底，玄关而造，聚天地灵气于一室。这里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洞府遗迹，这是一座墓，是一座上古大能的作化之地。墓，那岂不是有那种飘来飘去没有脚的阿飘？师尊，我怕。怕什么？这就是个睡觉的地方，只不过床比较高级一点。地点扫描完成，当前位置：洪荒金乌尊者之墓，表面危险等级 SSS， 触之必死，实际危险等级 D， 家徒4壁。切，搞这么大排场，实际危险等级只有 D， 看来这墓主人也是个穷鬼，之前的估计早被那个看门的守护妖兽破完了。吾乃金乌尊者，纵横洪荒3000载，昔在寿元将尽，留此传承，待有缘人。果然是洪荒时期的顶尖强者，金乌尊者，传说中能焚天逐海的存在。小心，这种级别的墓葬绝对会有实力恐怖的守护灵兽镇守，绝不可能让我们轻易靠近棺椁。凌风，软软，退到我身后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那个守护兽现在正躲在角落瑟瑟发抖，根本不敢出来见我？何人擅闯无主安息之地？哟，这小别致长得挺凶，嗓门还挺大，看来
这是传说中的三足金乌，虽然只是灵魂状态的遗种，但这股威压绝非人力可挡。好大的鸟，我们要被烤熟了吗？吾乃上古神兽金乌，尔等卑贱的蝼蚁，竟敢惊扰吾主沉眠，还在吾之地盘大肆搜刮，简直死不足惜。云峰，带软软走。这种神兽成年即是仙人，哪怕是残魂也有化神期的实力。为师燃烧精血拖住他，你们快逃！目标：达血金乌，残魂，境界化神初期，虚真实战力元婴后期，性格极度胆小、戏精，弱点怕疼且极度自恋。就这，吓我一跳，搞半天是个杂交品种，还是个虚张声势的花架子。化神初期，我现在开个挂能打10个，还是单手虐的那种。师尊，徒儿不走，徒儿要与师尊共存亡。哎，还得配合这只大笨鸟演戏。要是直接把它秒了，刚才那个我也很怕的人设就崩了。冥顽不灵，既如此，那便化为灰烬吧。快走啊！行了行了，别叫，快点走流程。你要是再不喷火，我都快睡着了。嘘。哼，杀了你们，只会脏了吾高贵的羽毛。既然能凭本事闯过前面的机关走到这里，说明你们这几只蝼蚁倒也有几分气运。吾主仁慈，虽已身陨，却愿留下一线生机。今日便赐予你们传承试炼。好恐怖的剑意，这是金乌尊者生前未完成的焚天剑道，多谢前辈赐教。哇！好多丹方，烤肉味的辟谷丹，甜辣味的聚气散，发财了！喂，大鸟，系统延迟了，还是卡 bug 了？我的呢，是不是漏发了？小子，你很不对劲，非常不对劲。哪里不对劲？是不是我帅得太明显，让你自卑了？少跟吾贫嘴！刚才一路走来，那足以灭杀元婴的离火阵，你视若无物；那针对神魂的迷阵，你当自家后花园逛。最重要的是，面对吾刚才释放的化神期威压，那个女剑修心跳加速了2倍，那个小丫头吓得差点尿裤子。唯独你的心跳频率从始至终连1下都没有变过。哦，那个。其实我天生心脏大，反应迟钝，反射弧比较长，现在还没反应过来要害怕呢。反射弧长，哼，人类的嘴骗人的鬼。吾活了几万年，什么样的天才怪胎没见过，但从未见过你这种看不透的凡人。来，别动，让我好好检查一下你的身体，看看你皮囊下到底藏着什么秘密。你要干嘛？大庭广众之下，朗朗乾坤之中，我可是正经人，男女授受不亲啊！子仲，虽然我很有魅力，但物种不同是没有结果的。邪门，太邪门了！吾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守了3000年，什么闯入者没见过？但这种浑身上下透着无所谓气息，甚至有点想睡觉的人类，还是头一回见。难道是上界的大能转世来体验生活，还是哪个老怪物的分身？不行，吾得试探一下他的底细。如果是硬茬子，吾就立刻滑跪喊爷爷。保命要紧，
如果是装腔作势的纸老虎，嘿嘿，那就好吃，正好补补这驳杂的血脉。哟，这傻鸟表面凶狠，心里喜欢毒啊，还滑跪，还手指我，系统显示他想试探我。行吧，既然师尊和小师妹都进不了，周围也没有监控，那就没必要装呼吸，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力量。小子，别动！既然你嘴硬，那吾就亲自摸摸你的根骨，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天赋异禀。呵呵，这种感觉，这是来自于血脉源头的压制，就像是被无尽的深渊凝视。直觉告诉我，只要再往前1寸，不会死，绝对会死。这是什么恐怖气息？我怎么动不了了？小鸡仔，你的路走窄了。愚蠢的人类，此乃太阳真火护盾，就算是化神期巅峰，也不敢肉身硬上。仙器残品，紫霄阵盘，效果无视等级，强制免疫仙阶以下所有阵法规则与灵力护盾的排斥。抱歉，你的这层龟壳在我面前就是空气。嘎，怎么可能？吾的护体神炎呢？吾的万法不侵之躯呢？你为何能直接触碰吾的肉身？就算是炼虚期大能，也不可能视神炎如无物。你是仙人，你是上界下来的谪仙。嘘，小声点。要是吵到了我师尊和小师妹试炼，我就把你这一身亮晶晶的毛全拔了，做成鸡毛掸子送给我师妹。而且，我听说上古金乌乃是天地至阳之物，肉质鲜美，大补。知吾正好，我随身带着调料呢。虽然没有烤架，但你的火挺旺的，咱们可以搞个自烤自吃。别杀吾，别放孜然，无肉酸。全是柴火味，又老又硬，还塞牙，一点都不好吃啊！大仙，喂，别装死，说吧，好歹也是个上古神兽，怎么混得这么惨？堂堂化神期，被我一只手拿捏，我都替你祖宗觉得丢人。大佬饶命啊！我不也是没办法吗？我是个早产儿，血脉不纯，先天不足，而且传承记忆里说，外面的修仙界太危险了，动不动就要抽筋扒皮，炼丹炼气。我怕死，就在这墓里苟了3000年，从来不敢迈出门半步。谁知道第一次见生人，就遇到您这种深不可测的变态。我命苦啊！怕死，狗，原来是同道中人啊！小鸡仔，你这不是怂，这是智慧。我也怕死，我也苟了整整500年。真的吗？大佬您这么强，连那层乌龟壳都能手撕，您也怕死？强中自有强中手，一山更比一山高，不苟怎么活得久？那些头铁的天才，坟头草都换了好几茬了，只有活下来的人才有资格讲故事。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活着才是硬道理，面子算个屁！大佬，您就是我的知音啊！既然大家都是坚定的狗道中人，那就好办了。这破墓你也别待了，以后跟着我混，只要你听话，我保你平平安安，寿终正寝。大佬，以后我就是您的鸡啊，不，您的鸟。您指哪我打哪，不对，您指哪我夺哪。请收下我的膝盖。别急着表忠心，约法3章。第一，在外面你必须给我装得弱一点，越弱越好，最好让别人以为你就是只普通的家禽，懂吗？懂，这个我最擅长了。
装孙子我认第二，没人敢认第一。我可以伪装成只有炼气期，不，凡鸟。很好，很有觉悟。以后你就叫小金。对外身份，我在路边捡的一颗野鸡蛋孵出来的。好的，主人，没问题，主人。我是野鸡，我全家都是野鸡。这股剑意浩浩荡荡，至刚至阳。我通过了，这是金乌尊者生前的绝学斩天剑诀，困扰我多年的瓶颈竟然松动了。师尊，我也拿到了丹道真解，里面有好多失传的古丹方哦。嘿嘿，以后可以炼出各种口味的糖豆，给大师兄当零食吃啦。林峰，那只恐怖的金乌神兽呢？难道还在暗处潜伏？还有，你肩膀上这只小鸡仔是哪儿来的？哦，你说那只大鸟啊？刚才他看了一会儿师尊和小师妹的试炼，被你们精彩绝艳的天赋深深折服了。他深感羞愧，觉得自己这种杂血神兽不配给你们当陪练，当场道心破碎，直接飞升去上界找心理医生了。哇，原来我们这么厉害吗？把神兽都羞愧走了。道心破碎，飞升了。林峰，这种理由你自己信吗？真的，他临走前觉得自己太失职，就生了个蛋留给我当纪念。我寻思着揣怀里捂一捂，结果刚才啪的一下，他就孵出来了。师尊，你看，才炼气1层，弱得一塌糊涂，也就是长得稍微喜庆点，带回去给宗门看大门，嫌他嗓门小。哇，好可爱，刚出生就长毛了。大师兄，我可以摸摸吗？忍住，一定要忍住。这是那个女魔头的师妹，哪怕被当成宠物，也要活下去。罢了，既然它只有炼气1层，确实构不成威胁。虽然你的解释漏洞百出，但既然是你捡的，机缘便收着吧。此地传承已空，禁制正在消散，我们走吧，回宗门。再见了，我的陵园购进货基地。下次要是还能遇到这种装修豪华还没监控的人，记得通知我。出口呢？出口在哪里？这鬼地方要塌了！我不想死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所有的宝物都被拿空了，连墙皮都被刮了一层，连地砖都没给我们留一块啊！到底是哪个杀千刀的穷鬼干的？这简直是蝗虫过境啊！结束了。魔煞门这次精英进出，妄图染指洪荒传承，结果却全部葬身于此，这是天佑我逍遥宗。凌风、软软，回去之后一技之事不可对外张扬，尤其是凌风捡到的那些宝物，若是走漏风声，必会引来杀身之祸。师尊放心，徒儿最守口如瓶了，回去我就闭关。我就说我是去旅游迷路了，顺便在路边草丛捡了只鸟，别的啥都不知道。对，我就是路边捡的，千万别让人知道我是神兽。我也保密，我还要回去给大师兄炼糖豆吃呢。罢了，走吧，回宗。这就是我的修仙生活，深藏功与名，猥琐发育，别了。对了，那个刚顺回来的仙气九龙炼神鼎，正好拿来给小金做个鸟窝。还得铺点那个万年天蚕丝做的蒲团，不然个屁股。师尊，您这气色简直是枯木逢春，不对，是仙子下凡啊！看来那九转还魂丹效果不错。少贫嘴，此次一技之行，为师感悟颇多。那丹药不仅修复了我的旧伤，更让我的平静有了松动，所以即日起闭关，冲击元婴中期，甚至更高境界。闭关？那岂不是家长不在家，我想几点睡就几点睡？
这就是自由的气息吗？师尊，您这一闭关，短则3年，长则10载，徒儿舍不得您啊。收起你那假惺惺的眼泪，宗门内务暂由你几位师叔打理，你只需要做好一件事。师尊放心，我一定守好山门，每天给您的花草浇水，绝不惹事，绝不下山。不，我要你下山，而且是大张旗鼓的下山。啊，师尊这是何意？你在炼气期停留太久，虽说是长生体，修行缓慢，但也不能总是毫无长进。下个月的外门大比，你必须参加。大比？别，师尊您看，我这就炼气期的微末道行，上去不是给您丢人吗？那些师弟师妹一个个凶神恶煞，万一打坏了我的脸……不必多言，这一次不仅要参加，还要拿个好名次。师尊，我不行的，我只会那2下子3脚猫功夫，除了跑得快一无是处。若是给为师丢了脸，去吧，别让我失望。徒儿，遵命。完蛋，强制任务，这要是暴露了实力，那就是欺负小朋友。输了又要被师傅骂。既然不能靠实力碾压，那就只能展现一下什么是真正的超能力了。大师兄，我要闭关了，不把这上面的9转金丹复刻出来，我就死在这丹房里。师妹啊，修炼讲究劳逸结合，你这都3天没洗头了。洗头会把灵感洗掉的。别叫我吃饭，别叫我喝水，除非天塌了，否则别来烦我。行吧，1个2个都是卷王，合着整个逍遥宗就我一条想躺平的咸鱼。算了，回家睡觉。既然师尊闭关，师妹封魔，那今晚正好去后山烤个野兔庆祝一下。大王叫我来巡山，抓个和尚做晚餐。高能预警，检测到强烈的视线锁定，目标情绪波动极度不稳定，爱恨交织，杀意波动，危险等级无法评估。无法评估？我操！仇家，难道魔煞门还有余孽追到宗门里来了？还是说我在遗迹里顺手牵羊的事情暴露了，那个金乌反悔追杀过来了？不管是谁，敢在我家门口蹲点，先下手为强。这身段是个女刺客，莫非是用美人计？筑基7巅峰的气息虽然不强，但这5元年前身能冲破天际。这位道友在我家门口当门神，是不是走错路了？大师兄，我操！三师妹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大师兄，你终于肯见我了，我还以为你死在外面了。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！完了，比仇家更可怕的存在。这是那个不仅是个顶级路师，还是个顶级凶控的病娇3师妹啊！大师兄，这一次，就算是用绳子捆，我也要把你拴在裤腰带上。师尊，我想闭关，我想去死。大师兄，如烟想死你了。这3个月做任务，我每晚做梦素材全是你。素材？什么素材？松手，快松手！啊，就是这个味道。大师兄身上的阳气，不对，灵气，快让我吸一口续命。扔给我，就闭关了。
我把你当女儿养，结果你长大后不想尽孝，这哪里是亲情变质，这分明是长我身子。大师兄，如烟这次下山看遍了红尘，只想明白了一件事：修仙问道太无聊了，长生久世也没意思，不如和大师兄做点快乐的事情，生一堆小师侄。闭嘴，别说虎狼之词，会被审核封杀的。我们的剧本是绿色健康的修仙番。站好立正，严肃。大师兄，这是我这次任务所有的积蓄，还有杀人夺宝抢来的资源，不是我的嫁妆。嫁妆全都给你，以后大师兄负责貌美如花，我负责杀人养家。这软饭烫手啊！大师兄，你看，这些都是我为你打下的江山。这江山还真是朴实无华。这是赤血草，虽然只有1阶，但补血效果超好。我为了抢它，可是跟一头狂暴野猪打了半个时辰呢。还有这个，这可是重头戏金刚符。坊市那个奸商本来卖5块灵石，我硬生生砍价砍到了2块。大师兄，你修为低，这东西关键时刻能保命。这一笔画歪了，灵力会侧漏；那一笔断了，会导致自爆。这哪里是保命符，这分明是催命符。嘿嘿，大师兄怎么样呀？唉，虽然是一堆工业垃圾，但这丫头的心意却是无价的仙气。如烟，你长大了，你知道心疼大师兄了。这也太贵重了，这些资源都是你拿命换来的，大师兄怎么好意思收？我何德何能啊？大师兄，你跟我客气什么？我的就是你的，甚至我的人也是。那个，这符箓确实不错，这纸张的手感很有韧性。对了，听说大师兄要参加下个月的外门大比，这些符箓正好给你用，一定要拿第一哦，让那些看不起你的人都闭嘴。哎呀，那个死板的长老叫我去汇报任务了，真扫兴。大师兄，等我忙完了再来找你双修。啊不，切磋心得，记得想我哦。这种次品扔出去连个响都听不见，别说拿第一了，拿去擦屁股都嫌硬。想靠这个赢那是做梦，但如果我稍微给他加点料子，谁说垃圾不能逆袭？那是得看在谁手里。这次大比既不能暴露我长生体的修为，也不能用太高级的法术秒人，很难办啊。所以，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：砸钱，用符箓砸，把对面砸晕，让所有人都以为我是一个虽然菜，但是家里有矿的富二代。检测到宿主比例过猛，当前符箓品阶天级极品即将成型，威力评估可瞬间蒸发方圆10里。我操，习惯了，压制，必须压制。这要是画出来，大比现场就变核爆现场了。这就对了，丑一点，威力小一点，最好只有个响声。
这张火球符里面怎么压缩了一颗太阳？这哪里是下品火球符，这分明是披着羊皮的坚星炮啊！搞定。火球符1万张，冰冻符1万张，还有金钟罩1万张，一共3万张。质量不够，数量来凑。我就不信3万张砸下去，就算是头猪也能给他砸死。主人，你管这叫大比，这就地毯式轰炸吧。搞定。万门大比，各位师弟师妹们，准备好迎接金钱的洗礼了吗？哟，这不是我们的大师兄吗？稀客啊！大家快来看，在这个炼气期卡了整整500年的老王八，居然也舍得从龟壳里钻出来参加大比了。得了吧，谁不知道大师兄的主修功法是逃跑36计？占着大师兄的茅坑不拉屎，简直是我们逍遥宗的耻辱。要是我，早一头撞死在豆腐上了。师弟说的对，师弟骂得好。我这就是来凑个数的，给各位天才当个背景板，重在参与嘛。算你有自知之明。别挡道，要是运气不好遇上我，我会让你输得很有节奏感。滚一边去！这就是反派的标准流程，开打前必须先立 flag。行，这位壮士，待会儿祭服的第1个名额给你留着。第1轮第3场，穆凌风对战王大力。老天有眼，大师兄，上来挨揍！哎，为什么要逼老实人呢？我真的只是想低调的做个人民币玩家啊。炼气废柴，吃我一记封山拳！给我死下去！师弟好悬浮，很有精神。可惜前摇太长，破绽太多。要是以前，我一根手指就能戳死你。不过现在嘛，我这人胆子小，不喜欢近战，怕疼。送你点见面礼。区下品火球符，就算是一堆废纸。卧槽，怎么这么多？那个，我是不是用力过猛了？他还活着吧？这也行？刚才那是多少张符？50张还是100张？败家子，那是火球符啊！虽然是下品，但那也是灵石啊，哪有这么打架的？他甚至没动用灵力，纯粹是用钱把人砸死的。不好意思，家里有矿，略懂一点点火力覆盖。穆凌风胜。这才拿到哪？我兜里还有29950张。无耻败类！这是作弊！大比考教的是修为和实战经验，大家辛辛苦苦修炼，你拿一堆符箓砸人，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别用符箓，跟我真刀真枪打一场！
这位师弟，请问符箓是不是修仙界的正规资源？是又怎样？那我买符箓的灵石，是不是我自己凭本事赚的？既然符箓是资源，灵石是实力，我用我自己的资源赢比赛，有什么问题？师弟啊，承认吧，你不是恨我作弊，你只是单纯的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力。你放屁！你这就是挥霍，那是下品符箓，几十张一起用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下一场，木灵峰对战赵四。巧了，师弟，希望待会儿你的防御法器能比你的嘴硬一点。这可是中品法器玄龟盾，专克火球术。我看你的破符怎么破防？哦，中品盾牌，挺结实的。既然不怕火，那就请你吃个冰棍吧。冰冻符，加量不加价，去！我操，你特么还有！木灵峰胜！还有谁？木灵峰，你的好运到头了。那些不入流的符箓战术对付杂鱼尚可，但在我的流云快剑面前，你的手速太慢。说得好，说得太好了。知道就好，拔剑吧。既然师弟的剑这么快，那我就不动了。金刚符，去！来，师弟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别客气，用力砍。你无赖，看剑！你，师弟，你怎么停了？是不是没吃饭？用力啊！你出来啊！有本事你出来跟我堂堂正正打一场！缩在乌龟壳里算什么本事？我不，如果没有看错，师弟你的灵力已经耗尽了吧？既然你没蓝了，那我可就要出来了哦。承让。不要。木灵峰胜，进入决赛。这就赢了，技术留在氪金玩家面前，果然不堪一击啊！木灵峰，别撞了，你的那个破袋子已经瘪了。靠着符箓一路混进决赛，你的运气到此为止。没有了那些废纸，你在我眼里连个废物都不如。叶师兄说的对，打死这个败家子！没服了吧？傻眼了吧？看他这次怎么死！哎呀，还是被叶师弟发现了，确实，一张都没了。那就给我滚下去！雷霆，符箓是没了，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只有符箓？三师妹送的破烂，啊不，资源实在是太多了，不扔点怎么带回去？清仓大甩卖了。
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全屏大招超能力宝具轰炸，爆！我大师兄太帅了，无敌！我要给你生猴子。这第1名的奖励零食能不能现解？刚才那一波清库存虽然是清垃圾，但也挺亏本的。长老，那个人飞了，应该算我赢了吧？这就是狗道的精髓，能用钱解决的问题，绝不动手。外门大比，通关。这才是修仙啊！打打杀杀的有什么意思？紧急军令：因魔煞门离奇覆灭，魔道联盟为了报复，已向正道全面开战。魔煞门覆灭，那不是我干的吗？宗主有令，凡炼气5层以上弟子，即刻前往前线充当先锋，违令者斩立决。先锋？救！那是先锋吗？那他妈是炮灰！不去，打死都不去。我苟了500年才满级，去跟一群练气筑基的小屁孩拼命，掉价！啾啾！跑不行，现在外面全是战场，往哪儿跑？这时候叛逃宗门会被正魔2道混合双打，死得更惨。必须找个合法的理由留下来，而且要让宗门求着我留下来。有了，宗门律法第300条，弟子若处于突破大境界的关键期，可申请免疫闭关。救！笨，炼气期要抓壮丁，那如果我是筑基期大兄，筑基期就是宗门的中流砥柱，未来的希望，谁舍得让柱子去填坑？救！系统，干活了。指令接收，目标模拟筑基期突破意象，特效等级史诗级，足以震惊全宗，附加效果全图广播。既然要装，就装个大的。我要让全宗门都知道，我穆凌风今日无道。为了不打仗，我选择原地飞升。特效等级好莱坞级，系统伪造。啊，要出来了，压不住了。这如滔滔江水般连绵不绝的灵力，我要闭关，谁也别拦我。五彩祥云，大道和鸣。这穆凌风在炼气期卡了整整500年，我原本以为他是废柴，这是一招悟道，标注就无上道基呀！这动静够大了吧？赶紧滚吧，老子要闭死关了。长老，弟子正处于突破生死的边缘，无法响应征召，请长老回吧。回什么回？前线正愁没有高端战力，普通的炼气期只是炮灰，但你若是筑基成功，那便是拥有500年底蕴的超级战力。若是能将你送上前线，定能在那群魔修的屁股上狠狠捅一刀。
凌风莫慌，本长老今日哪也不去，我就守在这里为你护法，直到你突破成功，我们即刻启程，奔赴战场。我不慌，我现在慌得要死。你不走，你这么给我护法，那我岂不是要假戏真做？凌风为何吐血？可是心魔作祟。坚持住，长老，我这里有清心咒。造孽啊！这下骑虎难下了。穆凌风为筑基初期。长老，幸不辱命，弟子侥幸筑基，不过境界极度不稳，恐怕需要闭个死关，稳固个3-5年。稳固个屁！前线吃紧，哪有时间给你稳固？你以为还是抓壮丁吗？错，那是针对炼气期炮灰的。啊？什么？你现在是筑基大修，宗主有令，凡筑基者立刻奔赴前线，担任100人队统领。统领？炼气期去当兵，筑基期去当官，当兵还可以苟在死人堆里，当官的那不是对面起火的首要目标吗？不要，长老，我德不配位，我。凌风莫要谦虚，你是宗门的大师兄，如今天赋觉醒，正要起表率作用。全速前进，目标落日战场。放我下去，我是假的，我真是废物啊！让我回去种地，我的鸟还没喂呢。完了，这算不算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？这就是前线吗？空气里都是加班和猝死的味道。早知道会被拉来当官，我就该装病，而不是装逼。大师兄，真的是你？松手，不要断了，肋骨要断了。俺太激动了。听执事长老说，大师兄你终于厚积薄发，突破筑基了。俺就知道，大师兄平日里的懒散都是伪装，其实你是深藏不露的绝世天才。铁柱啊，有些误会，解释起来比较复杂。其实我是被迫的。这下好了，俺正愁脑子笨，看不懂这沙盘，带不好兵。既然大师兄来了，这指挥官的位置必须你来做。别，千万别！铁柱啊，你知道我的，我从小就晕血，而且我还晕官。一看到印章，我就头疼欲裂。我就想当个后勤，管管伙食，烧火做饭才是我的强项。大师兄真幽默，烧火哪用得着筑基大修，那是浪费人才。你就别谦虚了，现在要塞危在旦夕，只有你能救我们。救个屁啊！妈的，我自己都想报警求救。对了，大师兄，不仅俺在这儿，这里还挺热闹的。还有熟人。三师妹如烟前几天刚到，四师妹昨天也带队支援过来了。如烟在这儿我理解，老四那个暴力狂怎么也在？等等，这2个人凑在一起，那岂不是？
这哪是前线，这他妈是修罗场啊！坏了，这两个祖宗又打起来了。我想回家种地，现在，立刻，马上！大师兄，人家想死你了，快让我吸一口灵气。不知廉耻！这里是前线军营，庄严肃穆之地，收起你那套发浪的媚术。叶冰块，你是不是嫉妒我？大师兄是大家的，但我凭本事抱一下怎么了？你想抱还抱不着呢，你个面瘫女！无聊，我只是来汇报军情。大师兄，你要坚定道心，别被这女人的低俗手段迷惑了。停！我是来打仗的，不是来当夹心饼干的。你们两个怎么见面就掐？这还要不要过了？大师兄，习惯就好。自从来了前线，他俩每天雷打不动，吵3次，辩题只有一个，谁更适合给你当道侣？俺就不一样了，俺只要能跟着大师兄混饭吃就行。既然你说我低俗，那就让师姐教教你什么叫热情似火。正好，我也想看看你的长进，是不是都长在肉上了？都给我住手！再吵，谁再吵一句，我就把谁打包嫁给老五。别，大师兄，我错了。算你狠。别，大师兄别开这种玩笑。五师弟那就是个灾星，谁嫁给他谁倒霉，那是会灭九族的。那根本不是人，那是行走的人形天劫，是移动的宗门毁灭器。看来这招还能管用个几百年。对了，老二，情报网有老五的消息，这小子10年前说是去游历，之后就失联了。现在正魔大战，他没回来吧？没有确切消息，但是情报显示，10年前，西方某魔道分舵发生过一次莫名其妙的大爆炸，方圆100里寸草不生。那个手笔很像是老五干的，之后就再无音讯，应该还在迷路中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只要他不回来，这仗还能打。要是他回来了，我怕正魔2道被他一个人团灭了，到时候我们连投降的机会都没有。五师弟，带好魔丸，所过之处鸡犬不留。希望你永远迷路在天边，千万别想起回家的路。谁？这么晚了，还不止一个人，我有种不祥的预感，这修罗场还没结束。子时已到，只要破坏了中枢阵眼，数10万魔修就会长驱直入。你也收到了？
红色鬼面令，命令我们在今晚子时打开要塞的护城大阵，放魔盟入关。我们是魔门安插在逍遥宗最深的棋子，潜伏了整整100年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可是我做不到，因为大师兄100年前是他把我从雪地里捡回来，他给我换尿布，喂我喝瘦奶，手把手教我写字，带我偷吃后山的灵鸡。在他眼里，我是他养大的女儿，是他的亲人。如果我为了任务害死他，我宁愿魂飞魄散。当年我寒毒发作，全宗门都放弃了我，只有大师兄背着我爬了3天3夜的雪山去求纯阳草。宗门待我不薄，大师兄更是如父如兄。那边的命令是死的，如果我们不动手，体内的噬心蛊就会发作，我们会死得很惨。死就死吧，反正我是不会动手的。你呢？你要去完成任务吗？我在你心里就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，比起背叛大师兄苟活，我更想干干净净地死在他手里。我怕看到他失望的眼神，那比杀了我还难受。一起吧，不管是死是活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，向他坦白一切。如果他要清理门户，叶冰块，你别跟我抢，让我先死。想得美，黄泉路上还得有人跟你吵架才行。大师兄，睡了吗？我们有话对你说。哟，两位师妹，大晚上的，组团来访。虽然我很感动，但如果是想夜袭大师兄，我是有原则的，得排号。干啥？这才几月份就拜年，我也没准备红包啊。大师兄，对不起，如烟骗了你。我根本不是什么清白人家的孤儿，我是魔道派来的卧底。我是合欢宗现任圣女玉贝意。我是修罗殿铜牌杀手，代号寒霜。我们从小就被植入了噬心魔种，潜伏在逍遥宗100年，就是为了等待今天的唤醒指令。哦，可是我们做不到。大师兄，你是我们的亲人，我们不想背叛你，哪怕违抗命令被魔种噬心而死，我们也不想害你。多说无益，师兄，你是正道楷模，眼里容不得沙子。动手吧，死在你手里，算是我们最好的归宿，帮宗门清理门户。唉，你们这两个傻丫头，憋了100年，终于肯说出来了。大师兄，你说什么？早就知道了。我说，你们是不是傻？真以为师尊和我眼瞎，这么明显的魔气波动，你们当是在玩捉迷藏吗？师尊是什么人？那是元婴期的大剑修。100年前，你们进山门的第1天，师尊就看出你们体内有被人种下的魔道禁制了。那为什么？既然早就发现了，为什么不杀了我们？为什么还收留我们？为什么大师兄这100年来还对我们这么好，给我们讲故事，带我们玩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师尊，杀不得。他们是魔种，长大必成祸患。孩子是无辜的，不管是正道还是魔道，进了我逍遥宗的门，叫了我一声大师兄，那就是我的人。我想赌一把，赌人心换人心。
这100年来，我一直在观察你们。如烟，你虽然修的是合欢宗媚术，但你从未用它害过人，反而我看见你偷偷用媚术安抚那些走火入魔的外门弟子，帮他们平复心境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还有你，野冰块，你修的是修罗杀道，但你手中的剑只斩妖兽，从未对同门挥动过半分。如果你们真的想做坏事，这100年有无数次机会，但你们没有。在我穆凌风心里，只有那个爱撒娇的3师妹和那个爱装酷的4师妹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理那个什么合欢宗了，去他的圣女。我这辈子只听大师兄的。大师兄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大师兄，笨蛋，你就是个大笨蛋。为什么要对我们这么好？明明杀了我们才是最简单的。大师兄，好了好了，多大的人了，还哭鼻子。其实师尊闭关前早就料到了这一天，他老人家留下了一门秘法，专门针对魔道禁制。当然，这秘法只有我会。真的吗？大师兄，比真经还真。今晚就在这里，我帮你们把体内那该死的噬心魔种给拔了。听大师兄的。内部矛盾解决了，接下来该一致对外了。那一窝躲在阴沟里的老鼠，想动我的师妹，问过我手里那几10万张符箓了。来了，魔道大军真的来了，我们死定了。这种数量，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淹死我们。吵死了！这帮魔修是没吃早饭吗？叫得跟杀猪一样。大师兄，火烧眉毛了！魔道先锋军足有3000人，全是不要命的死士。快，开启护城大阵，不然都要死。开什么阵？那玩意儿1秒钟烧多少灵石，你知道吗？我是来打仗，不是来复辟。可是大师兄，不开阵，我们拿头去挡啊！谁说要用头挡？把3师妹之前给我的那些垃圾都搬上来。这不是咱们话费的符箓吗？废品，那是对穷人来说，对有钱人来说，这叫饱和式打击的弹药。传令下去，每人发1捆，听我口令。杀！踏平逍遥宗，鸡犬不留！大师兄，只有100米了，怎么办？急什么？让子弹……哦不，让符箓再飞一会儿，50米。完了，这下真完了！拿废纸砸死人吗？这是废弃符箓。单一的1张确实是垃圾，但如果是1万张同时爆炸，那就是真理。哼，杂兵清完了，还来吗？
还来吗？这就完了？刚才扔符箓扔得很爽是吧？那现在该轮到本座了。这就是元婴期的大能吗？根本挡不住，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。一群蝼蚁也敢阻挡圣教步伐？刚才那个领头的小子呢？给本座滚出来受死！这一天天的，就不能让人省点心吗？老人家火气别这么大，容易高血压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本座这就送你去投胎。大师兄快跑！这一击要是落下来，整个要塞都会变成粉末。俺来挡住他，你带着师妹们快撤！撤个屁！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麻烦了，这老东西送真格，这能量球要是砸进去，别说要塞，地皮都得削去30。去死吧，摩罗灭世光！小金，干活了。没办法了，只能把这里夷为平地，然后说是煤气罐爆炸。何方妖孽感动我徒弟？来的可真及时啊！这股气息，元婴中期巅峰，怎么可能？情报里没说逍遥宗还有这种强者。还得是师尊啊！这出场自带特效和 BGM， 不愧是人民币玩家。师尊威武，师尊666，徒儿给您打 call。大师兄，那是师尊成仙了。犯我逍遥宗者，杀无赦。万剑诀，疯婆子，给我记着。别在那嗑瓜子了，守好要塞，少一根头发，我拿你是问。保证完成任务。师尊，您忙您的。那团云味道不对，不像是元婴期能搞出来的东西。那是化神期的味道。杀！这群魔崽子顶不住了，大家加把劲，跟着苏蜀做，一鼓作气变了。穷寇莫追，保持阵型，小心有诈。怎么回事？我的灵力运转不动了。好恐怖的威压，身体动不了了。玩够了吗？小娃娃们，闹剧该收场了。这股气息，
骨老魔，你竟然还没死！死？本座距离化神期只差临门一脚，早已参透生死，怎会死？所有人后退，他是元婴后期，结防御阵。元婴后期，那不是传说中的老怪物吗？想跑，迟了！你们这些所谓的正道天骄，一个个气血旺盛，灵力精纯，正是本座冲击化神的最佳养料。做梦！今日就算拼个鱼死网破，也要崩掉你几颗牙！鱼会死，但网绝不会破。起阵！别白费力气了，这是上古训练大阵，在座的各位都是本座锅里的肉。关门打狗，不，这是一场盛大的献祭。我的灵力在流失，止不住，根本止不住。这阵法在吃人，这是失传已久的上古禁术血海炼神阵。没错，算你们有点见识。你们以为这是为了魔道的大业？蠢货！这只是本座为了突破化神期精心准备的餐桌，正道也好，魔修也罢，统统都是我的养料。可恶，灵力被压制了，连元婴期都无法反抗吗？难道今日真的是天亡我逍遥宗？这阵法看着挺唬人，吸力也还行，不过想吸我，系统提示：检测到劣质吸能阵法，防御机制启动，已自动屏蔽所有负面效果。劣质？好，那没事。看来我的长生体加上系统就是最大的。太美味了，这种鲜活的生命。融为一体吧。终于出来了，这具身体太弱了，根骨驳杂，灵力浑浊，简直是垃圾。不对劲，他的气息变了，那不是枯骨老魔。夺舍，这是上古魔修残魂复苏。我们面对的不是元婴期，是老怪物。虽然身体是个垃圾，但只要吞了你们这些元婴修士的精血，本尊就能重塑真魔之躯，再临人间。完了，这种级别的神魂压制，根本无法反抗。小金，别睡了，醒醒！看见天上那个丑八怪了？还有那个把我们罩住的红色龟壳，太恶心了！那是万年积攒的阴煞湿气。本宝宝有洁癖，恶心就对了。你是谁？你是三足金乌，是太阳的化身。这种阴间玩意儿最怕。待会儿听我口令，我不要求你打死那个老怪，你只要飞上去，用你的本命真火，把这个破罩子给我烫个洞出来就行。回去给你加餐。极品火灵石管饱，烫个洞就有好吃的。来吧，
成为本尊的一部分吧。献祭，就是现在，去吧。皮卡丘，啊不，金乌，10万伏特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好烫！啊，我的眼睛，我的魔躯！这是纯阳真火，这鸟不拉屎的偏僻之地，怎么会有上古神兽金乌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压制消失了，身体轻了，灵力回来了，我们可以动了。那股气息，是林峰捡回来的那只秃毛鸟，那个天天在丹房偷吃废丹，除了吃就是睡的家伙，竟然真的是传说中的神兽。哇，小静，你怎么变这么大？你是吃激素长大的吗？太厉害了，我也想要这种坐骑。演戏演全套，要是让师尊知道是我指使，以后还怎么偷懒？不过干得漂亮，趁他病，要他命。趁他病，要他命。诸位道友，这老魔遭了天谴，此时不杀，更待何时？妈的，这老东西刚才想把我们也炼化了，老子为你卖命100年，你拿老子当点心？兄弟们，反了，干死他！杀！混账，一群蝼蚁！反了，都反了！部落平阳被犬欺，若不是那该死的金乌坏了本尊的大阵，本尊定要将你们抽魂炼魄！你没那个机会了，战天一剑。不，本尊是上古真魔，本尊不死不灭。我不甘心呐，为何会有金乌？累死本宝宝了，刚才那口火喷得我肾虚，我要吃大餐。辛苦了，这是极品回灵丹，鸡肉味高芳脆的，回去给你加鸡腿，管饱。成交。林峰，这只鸟，刚才那通天彻地的法相金乌，是他。这股残留的至阳气息，绝对错不了。这就是刚才秒杀上古魔魂的神兽。天哪，牧师侄竟然随身带着一只神兽，这可是传说中的3足金乌啊！师尊，我也吓傻了，刚才我都要吓尿了。结果小金突然轰的一下就变大了，跟充气一样。平日里他除了吃就是睡，连飞都费劲。我想，是不是前2天我不小心喂了他几颗过期的大力金刚丸，导致他基因突变了？过期的大力金刚丸，能吃出个神兽法相？绝对是。师尊你也知道，徒儿我炼丹技术不行，经常炸炉，产出的废丹都给他当零食了。可能是，这就是所谓的负负得正。神兽择主，必有定数。或许是牧师侄福泽深厚，误打误撞激发了神兽血脉。没错没错，不管怎么说，今日若无这只神兽，我等皆已陨落。牧师侄，你是首功啊！运气运气。好险，这帮老家伙还好忽悠。要是真被他们知道我能操控神兽，以后还怎么在宗门里摸鱼？不过，这次动静确实有点大，看来接下来的日子得更低调才行。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。老大，有个问题，吾憋了很久了。问。今天那个被夺舍的老魔，其实根本不用吾出手吧？如果是你的话，随手就能捏死他，对不对？吾不是瞎子，
你在遗迹里是上古沙阵如无物，随手像扔垃圾一样扔出来的，全是圣药，连吾这个太古神兽都完全看不透你的深浅。你现在到底是什么境界？化神，还是传说中的炼虚？境界，那种东西对我来说，只是个用来糊弄世人的数字罢了。数字？什么意思？如果非要定个标准的话，应该是快到这个世界所能承受的极限了吧。再强一点，这方天道就要承受不住崩溃，或者直接把我踢出这个世界。所以，我才要狗啊，不是怕死，是怕不小心稍微用力，就把地图撑爆。这就是你装了500年炼气期废物的理由。走了，回去睡觉。毕竟，明天又是充满希望且苟且偷生的一天。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